我们明明说好给严大安个小错，发出延续天宫便可，你为何言而无信？你疯了！这是玉清宫，害你亲妹妹的汉胆根须是你亲手给的，你装什么无辜？还有脸跟我谈信义？我只是担心严旦日后会犯下大错，想以此小惩大戒一下，并不想害死他。他刚受过雷刑，又没了半颗心，若罪名成立，再上天刑台，就算不死，也要被打回原形了。我就是要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这些最重最轻，你都已经脱不了干系了。你们姐妹俩的情早就断了。此案已经惊动了帝尊，若不想再将自己前途、性命都搭进去的话，就给我闭嘴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帝君有令，1个时辰内把这些东西通通搬走，不可耽搁。你干嘛？帝君之物，竟被你这残花败柳般的刺绣所污，怪不得帝君他一日也不愿等，急着命人将你这下贱卑鄙之人的物件全部移挪出宫。尹元君，你就这么厌恶我吗？能看一眼，便多看一眼吧。今日你踏出这道宫门，你便再也回不来了。看着如今的你，我便想起了当年的我。不过，我当年离宫是风光高盛，你，则是负罪离开。无论是被帝尊所赐的我，还是剜心救他性命的芷溪，没有哪个女仙可以永远留在偃虚天宫。帝君的心中，容得下3界苍生，却没有一个女子的位置，是吗？若真如此，你为何千方百计的要赶我出宫？赶你出宫，怕你下狱的不是我，是他。即使他与你对弈，教你仙法又如何？你在他眼里，不过就是一个逗闷子的顽劣仙士罢了。要说，你与别人也确实不同。这么多离宫的仙子，你是走得最狼狈的一个。你可知帝君如何说你？他说，你是偃虚天宫的耻辱，已经命人将你的东西通通拿去焚元炉烧了。当你生出不该有的心思那刻起，你便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带走。是。
你受苦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想给你安个小错，让你离开延续天宫，远离帝君，从此不再为情所困。没想到会被银灯利用，害你至此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可是，一开始，我真的是为你好的。为我好。为了我好，为什么在银灯诬陷我下毒之时，你没有解释？你知不知道当时你那个样子？我感觉我都已经不认识你了。是我懦弱，不敢当着帝尊和帝君的面承认自己犯的错。从小到大，我都一直认为你是这世界上我最亲的人，你会永远保护我，支持我。任何人都会背叛我，可是只有你不会背叛我。我也暗自发誓，要与你荣辱与共。可是如今发生的一切，如今我看着眼前的你，我仍然不明白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做吗？从小到大，你一直觉得我很坚强，什么都不怕，对吗？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年我有多痛苦。痛苦？从我们化成人形那天起，帝君亲口所述，我是双生莲中的弱者。从那一日起，我便比任何人都刻苦修炼，就是不想被其他人看清。小寒经你随便抄抄，便可领悟其中的妙用。你轻而易举得到的，却是我的毕生追求。我从未让你帮我下凡历难，你却当众求此恩典，让众人嘲笑我的无能。我好不容易坐上了副掌事之位，你却抢了我的差事，成为了除魔护主的功臣。所有人都可以看清我，就连你的先世朋友，竟然也在背后嘲笑我。我没有想到，这些年你一直被双生莲强弱之说所困，我却丝毫没有察觉。我知道你不想下凡，你想升仙阶。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，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你。可我从来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想，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你，让你有了如此大的心结。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手拉着手走下去，我以为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姐妹，可我没有想到，我们竟然走到了这一步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一个好妹妹，对不起。燕丹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。想必这心魔也伴了你100年。我再一日，
你便无法释怀。也许现在，对我们最好的结果，便是再也不要相见。窒息，你好好为自己而活。你走吧，严淡。走。走啊！帝君，严淡虽然顽劣，但本性并不坏。我不信他会下毒。我们真的要眼睁睁看他去受火刑吗？严淡为了想保护的人，始终不说实话。但本君不会让他蒙受不白之冤。我会找到其他的证据，证明他的清白。帝君，这是浅云宫的仙士，他是来找严淡的。所谓何事？帝君，严淡仙子几日前将这沉香炉给我，让我帮他焚毁，可这香炉却被施了仙法，无论怎么烧都烧不坏。我只能将它送还给严淡仙子，却找不到他人了。本君会将它物归原主。你们先下去吧。严淡，你舍得将这沉香炉焚毁，定是对我失望透顶。可只有让你离开延续天宫，才能令你彻底断了情念，日后便再不会受伤。难过了。云墨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遇到什么事情不要慌，急什么？严淡不知为何被扣上了毒害长师的罪名，应元帝君把他关进了天牢，我们得赶快去救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救出来。云墨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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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何突然要破这结界？你不知道，严淡被关进天牢了。可是这结界与我仙灵相通，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，唯有我却不行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尽快把严淡救出来。云墨哥哥，严淡是你的朋友，自然也是我的朋友。我现在就去找元帅，给你破了这结界。不可，我对元帅一定不会答应你的。我也不可能丢下严淡不管，就算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把他给救出来。
陆明，你别担心我，我在这儿过得可好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颜丹，你现在必须将真相如实告诉帝君，否则你会没命的。下毒一事，我绝不会相信是你做的。整个天界除了你，唯有芷心是四叶汉的。你现在是不是为了保护他，才缄口不言的？芷心与你是骨肉至亲，他却这样对你，你不去我去，我现在就去跟帝君说个清楚。不可！若你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你便不可以这样做。为什么？我与姐姐已经把话说开了，她有心魔苦衷，她的心魔便是我。这100年来，她一直活在我的阴影当中。可即便是这样，她还是护了我100年。尽管如此，她也不能害你啊！恩情与辜负已经相抵消了。总之，你别再去为难她了。若是姐姐能够摆脱她的心魔，我愿意离开。总之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她都是我的姐姐。离开？你难道真的不想活了？怎么可能啊！应渊君已经答应我了，说他会保住我的性命，放我去凡间逍遥自在的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都没有想到，我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我以前一直都在想，凡间一定很美妙，想下去看看，没想到这次便可以目睹它的风采了。既然你决定了，此次去凡间，也许再也回不来了。不如你带上于墨吧，应渊帝君太遥不可及了，所以你考虑考虑，和于墨在一起。你不是也很喜欢这个朋友吗？哎，你别乱点鸳鸯谱好不好？于墨可是我亲手喂大的小黑鱼，他叫我一声老母亲都不为过。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承担，不要牵扯到别人。总之，我去意已决，你别再劝我了。若是你不怪我任性，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从此以后，你便替我守护应渊君吧。果然有护灵丹的气味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子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。帝君，小仙乃是藏法阁的小仙使，今日误入此地，
并非有意讨饶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这出戏可热闹了，应元君听完，心中的郁结也可消除一二。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这是天善殿刚做的桂花糕，很好吃的。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无妄之火？火毒一旦发作，便会无法自控的伤人。你放我离蜀，不仅救不了我，还会伤了你自己。荼毒3界，你还不快走！应元君，走！不走！快走！快走！不走！走啊！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情根未休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，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，肝肝再开人厮守。狗蛋，也只有他能起得出这种名字，也只有他会这么傻的陪在我身边。邯郸花瓣，可压心魔；焚尽流色，欲火生香。应元君，莲池就在那边，里面的莲花都已经开了。应元君不用眼睛，一样可以看得见。你望着四季，我望着你的身影。原来，轻轻的岁月如星这一切都是你编织的谎言。狂澜与云霓，纷纷经过了天地。短暂的失去不许提，只剩你眼里，我该如何走向你？这场梦，回忆谋少一起，我会再次相依，无论醒或不醒，空中人世。
匿名。记忆就像是一片海，在这过去抹着未来。过来，心摊开，以蔚蓝尽有。燕燕君，你看这莲花都开了。之前你不是说了吗？等你眼睛好了以后，便和我一起赏花，你不许食言。你想不想看我们花界的星星？我变给你。好。做一夜酒情，安然尘封每个你。来啊，来！同城的惬意，印度难表的情意。相逢不惋惜，我努力。去日月轨迹，我该如何守护你？在几次，依然选择薄命。我穿没有秘密，叫人好生聆听。一盏长的万事情。你怎么这么傻？竟为这般无谓的谎言，不惜焚烧自己的真身。小梦蝶残疾，虽能带人入梦，却唯有感知真爱，方可破茧成蝶。那晚，燕丹进入了我的梦中，与我共度一生的人，不是美梦所化，而是燕丹的真身。会带着秘密而来。本君已查明，你在中毒前炼制保护气灵的丹药，此药需连服3日方可见效。这毒便是你自己所下。燕丹本不应该受刑，该上天刑台的人应该是你。帝君心里只有燕丹，为何我苦苦为你守候1000年，你却从来都不曾正眼看我？此乃吾案前的银烛灯，昼夜不息，
应元君天庭日理万机，劳苦功高，吾就将此灯赐予你，全当吾的一番心意。想来这宫中仙气过剩，经过千年，这银烛灯的灯芯竟然修出了气灵，化为人形。应元君，他已在案前陪了你1000年，不妨带回去，带回延续天宫侍奉吧。我与帝君本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你当本君不知？你罔顾天条，试图利用男女私情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本君点化你，好让你从气灵变为仙灵。不是的，起初我接近帝君的确带有目的，但我动心也是真的。真的？当年本君没有送你去天刑台，已经对你是莫大的宽仁了。我和颜淡都是帝君的贤士，我谨小慎微，恪尽职守，他谎话连篇，处处犯错。但帝君却只对他包容庇护，却把我赶出延续天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帝君永远也看不到我？因为神仙本就应该无情。你说神仙无情？若神仙无情，那帝君方才的眼泪又是从何而来？若帝君语言淡当真生情，那情罚如何掩护？帝君修为深厚，又有帝尊护佑，必然能全身而退。可颜淡，他受伤未愈，又遭此大劫，只怕会灰飞烟灭。你在威胁我？帝君，银灯只求帝君能放我一条生路。下毒之事，帝尊已有定论。若贸然翻案，帝尊必会细究。颜淡偷偷守护帝君之事，必然会暴露。帝尊对动情之事从无宽宥，若以断情线相测，只怕到时祸心可免，情法难逃。
火星之下，颜淡尚有一丝生机，总好过情法加身，不死不休。若帝君网开一面，嬴登在此立誓，从此缄口不言你与颜淡生情之事，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此证，本君不会销毁。若你日后再敢造次作孽的话，本君绝不会饶了你。嬴登，叩谢帝君。我日后定痛改前非，绝不再犯。望你日后好自为之。应渊，当年你以天条为由拒绝了我，现在我要亲眼看着你亲手送所爱之人上天刑台，让他恶你、恨你，永远不知你为他所做的一切。应元君啊，这白日里你就遣人送来一堆破烂物件，这深更半夜的还亲自来老夫的玄心崖收拾屋子呀？元帅，连夜来此有一事相求，还望元帅出手相助。那日对元帅出手，的确是。时隔日久，况且这段时间天庭也发生了太多的变故了，我早就忘了。哎，嘿嘿嘿，哎，你我能够活着从战场回来，实属不易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您就尽管开口。我想向元帅求一份免责天书。免责天书？你要天书干什么？莫非你犯了什么大错？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求，而是为了颜淡。那个古灵精怪的小鬼啊！他3日之后便要上天刑台受罚。此前已经遭遇过一次雷刑，若再受一次火刑的话，恐怕仙灵尽毁。所以恳请元帅，到时候以天书免除他的刑罚。这小仙士到底犯了什么错，竟要遭此重刑啊？个中缘由，不便言明。但颜淡，他绝非作恶之人。你我比武多年，武德见人品，我深知你的为人，那原因我就不问了。这个忙我帮。元帅，不胜感激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但说无妨。之后，我会将颜淡调回玄心崖。虽然他仙力平平，但他资质不凡，还望元帅收他为徒，日后保他仙途安稳。那个小仙士虽然和你一起打过我，但是老夫就喜欢他这种肆意妄为的性子，还有他那份机智与胆量，配做我火德的徒弟。哎呀，应元君啊，老夫这么多年没见过你这么关心一个仙士啊，居然为了他还舍弃这万年钟爱的棋谱。不过你放心啊，老夫深知你对这棋谱的爱惜，老夫看完之后一定会将它完璧归赵的。
不必了，所有的棋局都已经破解。从此之后，我不会再下棋了。云墨哥哥，我知道你是九旗族的后人，九旗神力不凡，怎么会破不了这元帅的结界？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云墨哥哥，试试我的幻心灵。赵兰，对不起，这幻心灵是因我而毁。等我救出严旦之后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没关系的，这幻心灵不过是我身上随身携带的一些小法器而已。这样的东西龙族还有很多，你赶紧去救人吧。幻心灵已经想过，以后他会不会再想，不重要了。燕丹，我始终都知道，抵押相伴之人是你，剜心相救之人是你，而我心中的人亦是你。哪怕你怪我、恨我，我也不能看你受刑罚而死。燕丹，对不起。
雨墨，严淡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被禁足了吗？严淡，你怎么会被伤成这样？哦，是昭兰，是昭兰，帮我破了火德元帅的结界。趁现在没有人，我们赶快走吧。你疯了！天牢你都敢劫，你不要命了？我记得之前你对我说过，让我一直孝敬你到老。现如今你有难了，你伤成这样，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管呢？严淡，你之前受过那么重的伤，我看到心里有多难过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在这个时候，就算有1/1000的可能，我也必须不能让你有任何的伤害。我不能走。若是我现在走了，便是负罪潜逃，便是证明那个毒真是我下的。我现在只有留在这里，才能证明我的清白，所以我不能走。可是这样……可是什么可是？你放心吧，应渊君已经答应我了，他说他会让我下到凡间，并且保住我的性命，让我顺利离开天庭的。他当真答应你了？当然，之前帝尊不是也首肯过吗？说可以让我代替姐姐下凡历难。雨墨，凡间我还没有去过呢。这样，你先替我下凡，帮我找到一个青山绿水的好地方。待我下凡之后，便去找你会合，好不好？不行，3日之后，你在天星台等我。无论怎么样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受伤的。待你身体恢复之后，我们2个再一同下凡。就像那个戏折子当中写到的，我们做2个侠客，游历四海，普度众生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哦，对了，严淡，蛋炒饭。你与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便吃的是这个，没想到你都会做了。不管是第1次，还是往后的第100次也行，每一次和你吃夜宵，我都会记得。雨墨，啊，我很开心能喂到你这条肝胆相照的小黑鱼，也很开心能够跟你成为朋友。我也是，快尝尝吧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雨墨，对不起。帝君，这严淡虽为低阶仙士，可却是天庭重犯，理应严加看守。这万一有什么差池，本君亲自押送，不会有差池。时辰已到，将严淡押往天刑台，无关人等暂且退下。